我听见了，前面有孩子哭的声音。有敌人，张爷你躲避。
在哪儿？你在哪儿？我在这儿。小朋友，别害怕，我是医生。你怎么样？没事吧？我没事，你快救救我妈妈！好，好。妈妈，小朋友，不要哭啊！我先给妈妈扎个底。妈妈。左小腿骨折，缺血性坏死。妈妈会死吗？都怪我跑得太慢，妈妈为了救我才被压倒的。小朋友，别哭啊！喝口水。我不跟着妈妈喝。叫什么名字？我叫白杨。白杨，别害怕，一会儿会有人救我们的。好。妈妈。主任，赵院长，你们听得见吗？先把轻的东西挪开。苏云，听到就回答。苏云，这人干什么呢？啊！不要啊！别动手！受不了了吗？受不了了吗？戴着手套！交给我们来！妈妈流血了！妈妈，妈妈，你别丢下白杨！妈妈，哥哥，你不是医生吗？你快救救我妈妈！哥哥，妈妈，坏了，妈妈，哥哥，你快救救妈妈！哥哥，你快救救我妈妈！哥哥，哥哥，白杨，你听好了，哥哥现在要给你妈妈做剖腹产手术，不害怕。我妈妈，来，你往哪里？哥哥，哥哥，你怎么了？哥哥没事。苏云，苏云，成为世界第一的心外医生，准备好了吗？我没有，苏云，连体营需要一位心外主刀，你准备好了吗？我没有，苏云，我需要你，你准备好了吗？我没有。苏云，体营需要一位心外主刀，准备好了吗？我没有，我需要你。成为世界第一，准备好了吗我？没有，苏云，你准备好了吗？我需要你。准备好了吗？他怎么了？他做不了手术，自从吴教授出事以后，他就这样了。那怎么办啊？
跟你说了，他做不了，做不了。吴教授的手废了，就是他弄的。就是他，是他弄坏了吴教授的手，是他对呀，做不了。吴教授的手是他做的呀，医生们，苏云，还记得老师第一次带你做手术的时候吗？别紧张，老师在。哥哥，你准备好了吗？这是他的背包，苏云在里面。你干嘛？这么生跳！余震破坏了地形结构，现在还不知道下面什么情况，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对，既然能确定苏云医生还在这儿，就还有希望。我们要想办法采取别的营救方式。你是来救人的，找人的工作交给我们。
是弟弟还是妹妹啊？是弟弟。太好了，是弟弟的话，长大就能帮妈妈换饮水桶了。你弟弟很勇敢，洋洋也很勇敢，坚持住啊！小心点，注意节奏变化。慢走。还活着，找到了，苏医生。先别说，他在做手术，保持安静。拿梯子，准备下去营救。是。睡着了，妈妈说他是大英雄。哥哥，墨西哥有座彩虹桥吧？桥？动画片里说有。啊，有一座特别漂亮的彩虹桥，好想亲眼去看看呀。洋洋，等有机会，哥哥带你去。好。一言为定。来。你跟哥哥说句话，洋洋，不会的，你刚才好好的，洋洋，我不要罗伯莱纳。莱纳博士的来华手续已经办好了。病人有权选择他自己的主刀医生。我已经选好了。证人，你选的就是你的学生，他又不是我们医院的。他是。什么时候？今天。他今天会来报道。你要让一个介入医生来给你做胰头癌手术？他学的就是普外，后转的介入。那更不行。他才多大年纪啊？
怎么能跟莱纳博士相提并论呢？一个医院，如果连院长病了都只能请外面的医生来手术的话，这样的医院，谁还敢来？我的手术必须由海城的医生来主导。如果手术失败了怎么办？你看看这雨，听听那些救护车的声音，每到这种天，事故就特别多。被拉到这里来的，有哪个不遭罪的？有人残废了，勉强活了下来，却倾家荡产；有的人有钱，却活不成啊。医院是命运的起点，终点也是转折点。老布，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是想说，如果手术失败了，我认。老师，仅就片子而言，病情较重，但肿瘤组织附近没有粘连，可以手术。当年我临时调到南大去坐诊，你来进修。我跟你说过，希望你继续搞外科。介入要接受辐射，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不吸烟，也不喝酒，没想到也得了这个病。张仁啊，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你还要坚持搞介入吗？也好，海城是以骨科起家，我这个放射科的兼搞介入。老潘退了以后，我当了院长，忙得根本没有时间手术，可是也就没发展起来啊。张然，我的手术交给你了。海城的介入科也交给你了。我认识老布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创办中国的曼欧。得了吧，曼欧的宗旨是患者需求第一，他赚钱第一吧。
你不了解老布。2000年的时候，老布和潘老还有另一个朋友一起创办了海城，一步一步扩张成现在这个样子。早些年出了一件大事，差点倒闭，所以他才把赚钱放在了第一位。我能理解他，梦想是梦想，梦想终究要为现实让步的。但你是为梦想让步了现实啊！要不是你给他拉来聚合投资，他能当上院长啊？海城能有今天？是啊，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挺傻的，还怀着孕呢，就要跑去给人家送血浆，患者的命是保住了，可我肚子里的孩子却没了，而且再也不会有了。对不起啊，花儿姐，我不应该提这个。没事。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海城就是我的孩子。这些年，我送走了爸妈，送走了哥哥嫂子，送走了我肚子里那个没缘分的孩子。现在轮到了我老公，这次不一样。海城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医院，它是本省最好的民营医院，拥有最顶级的医疗和人脉资源。我要让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给老布做手术，我要让他活着。他会没事的。喂，苏总，证人来了，请他进来。做过73台微波手术，死亡率0，遗漏并发率也才12%。苦外出身，没结婚，没孩子，为什么转介入？创伤小，恢复快。没了。没了。按理说，你的履历这么漂亮，再加上你是老布在南大时候的学生，他又指定你为他做手术，我不应该拦着。但是，我已经请了国外的罗伯莱纳博士，他的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吧？作为家属，我更希望由莱纳博士做这台手术，所以，抱歉。但作为院方，我非常欢迎您加入海城，介入手术创伤小，恢复周期快，正是我们想要着重培养和发展的科室。欢迎你加入海城。我看了老师的 CT、MRI 片子，对比前2周差别不大。所以，但我刚才看到他本人，皮肤蜡黄呈柠檬色，是很鲜明的黄疸症状。跟我对话期间，一直揉着小腹。再根据这几天的住院记录显示，呕吐和腹泻的次数频繁，病情应该比片子所呈现的要严重很多。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已经不适合手术了。片子给国外的好几个专家都看过，都说可以手术。那如果片子影像本身就有问题，片子本身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可是海城最好的民营医院，那么就是人工操作不当。我们的放射科也是从全国各地挖来的精英。你说的总之，我决定了。老师知道换主刀吗？我会说服他。他就是布尔天点名药的主刀啊。
5年前，老布在南大授课的时候，他来培训，老布每次回来提起这个学生就赞不绝口。我说他这么好，为什么不挖来海城呢？他说不想耽误人家。结果到底还是来了。医术还行，急救时候挺冷静的，但是胆子太大，容易出格，而且还不擅长跟同行沟通，是个问题医生。比你还有问题。哎，我可是很擅长跟同行沟通的。你帮我看着他，不要让他介入老布的手术。万一闹什么幺蛾子，也第一时间来告诉我。明天早上莱纳博士4点的飞机，你去接机。又让我盯人，又让我接机，真把我当杂役使啊！你如果肯上手术台，我立刻把你养腾大神供起来。我还是去接机了。护士长呢？看见护士长了吗？怎么了，莹莹？怎么了？院长夫人突然说要做手术。怎么忽然做手术？手术？什么手术？我在。伊人，你怎么在这儿？哦，我昨天不是送了一个中刀的患者吗？然后他下了手术，进了 ICU。我下台回来太困了，一不小心睡着了。不过还好我没走，我可以手术。你是真的爱做手术。行，赶紧走。走。Welcome, Dr. Brina. Dr. Leda, I'm He Jian. I'm so glad to cooperate with you, sir. 哦，好感哦。
你画帐篷干嘛？爸爸在设计 logo。去年水灾啊，爸爸和潘老师还有你布叔叔，在帐篷里救人的时候，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决定一起来创办一家医院。哎，那这3条线，是不是就是指你们3个人啊？最终还是让莱纳博士做手术吗？我听说院长想用另一名医生。一个是世界顶级名医，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你是院长夫人，你选谁？也是。不到15公分的切口，漂亮啊！那这么小的切口，后期吻合能够吗？你以为人家都是你啊？你来做什么？我说过，这个手术不需要你。I declare termination of surgery. Close the abdomen and send patient back to work. Doctor! 这 Mr. Rubber. I'm sorry. The preoperative radiologic examination provided was in favor of surgery, showing no adhesion between tumor and surrounding tissue. But it's totally different. And the tumor grows too fast, you know. What shall we do now? What else can we do? Sorry. Doctor! 手术继续，转介入，立刻备胎。你确定吗？先用介入栓塞堵住血管，然后再进行微破手术。这种时候已经不适合微破手术了。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但起码不是0。好，继续手术，郑医生，拜托了。这本就是我的手术。 吃饭，今天做的可都是你最喜欢吃的，要多吃一点，听见没有？有酒吗？我想喝酒。等你身体彻底好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我就是想喝酒。年轻的时候，为了上台做手术，怕手抖不敢喝。 后来当了院长，责任重大，更不敢喝。再后来生了病，要治疗，还是不敢喝。现在好不容易手术成功了，但还要养身体，依然不能喝。你投爱的最佳预后是5年，那就意味着这5年之内。 我一滴酒都不能沾。我不想这样活着了，不想了。先把饭吃了。我们离婚吧。什么？离婚吧。 为什么？为什么？你就当我像苏云那样想明白了，或者是当我死了吧。那海城呢？跟我没关系。你不但要跟我离婚，连海城也不要了。老婆，你现在头脑不清楚，我拒绝跟你交流。等你好了，我们两个再说。阿离，我还经常做那个梦，那个16年前发生的意外。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现在再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会不会还像当年那样，为了保住海城而牺牲一切？答案依然是一贯，我会。可这次生了病，我害怕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酒，是放弃的手术刀，是我们无缘的孩子，还有我最好的朋友。陈淼，我坚持不住了。
喂，袁律师，我的丈夫要跟我离婚，请确保我的利益最大化，尤其是海城医院。既然他不要海城，那我要。请帮我说服其他股东，让我接管海城。哎呦，霞姐，好不容易补个觉，能不能晚点收垃圾啊？不好意思啊，云哥，吵着你了。哎呀，我这不是一会儿要去拿那个复查报告吗？想着赶紧把手里的活给做完了。复查？啊。哎，对了，上次复查怎么样啊？上次挺好的，希望这次也没事儿。要不都对不起人家常医生的一番苦心呢。走了啊。拜拜啊，霞姐。拜拜。真巧了，邻居啊。你还喜欢养花呢？养的还挺不错的。去，谁稀罕呀？哎，对了，正好碰上了啊，把上次欠我那洗衣服钱还了吧？哎，500块呢，500。患者您好，还有一份报告被打印，请耐心等待。大早上起来就没饭吃，老公，去哪儿了？不做饭干嘛去了？对不起啊，老公，我这几天不太舒服，我上医院来复查了，早上出门急忘做了。你要不出去买点吃吧？好吧。买点吃不得花钱呢？怎么又咳嗽？感冒了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让你多穿点衣服，好好休息，你就是不听。这病刚好又病，你觉得咱家过得太好了是不是？我没大事儿，我就是睡不好，有点拉肚子。睡不好拉肚子，我睡得好吗？你说说你啊，天天的除了病就是病啊，这家里头什么都指不上，我容易吗我啊？老公，现在连口热乎饭我想吃都吃不上。我复发了。什么？老公，我该怎么办呀？老公，老公，喂。赶紧去那边拿药。堂堂介入科大主任，连500块都还不起啊？有病？什么？你有病？治好病再跟我说话。你居然敢嘲笑我有病？看吧，这就是嘲笑我有病的代价。边儿去！看来他也嫌弃你。哎，就是你，就是你，苏云，哎，苏云，哼，我可找到你了，我要投诉你。云哥，他一大早就跑来急诊找你，还不挂号？挂什么挂呀？啊，就是你们两个，
把我忽悠到了什么风湿免疫科，我花了几千块钱呀做检查，什么都没查出来。哎，大妈，咱们有话好好说。什么眼神？你叫谁大妈呢？你们院长呢？我要投诉！大姐，哎，小姐姐，那个查不出病因是常有的事儿。啊呸！我儿子都上网查过了，腰间盘突出得看骨科。你让我上风湿免疫门诊，我能查出个什么？腰疼不疼？我这腰啊，这几年是越来越疼。疼痛有规律吗？啥叫规律啊？就是活动后越来越重，干活后疼痛会很剧烈。是啊，我就拎几斤的菜，我到了家呢，我就感觉我这个屁股疼，典型的呀，腰间盘突出的症状呀。的确是。你看是吧？嘿，这俩医生什么玩意儿啊？让我去看什么风湿？胸疼不疼？干嘛？耍流氓啊你！我怀疑你得了 CEPHAL 综合症，是以滑膜炎、痤疮、脓包疮、骨肥厚骨髓炎为病症的综合体。一部分患者合并带状疱疹，就会出现胸部疼痛的症状。建议你去风湿免疫科拍个 PET CT 或者全身骨断层扫描，就可以确认。哼，你们不会是想联合起来再坑我花钱吧？你可以去别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让他们按照这个查。行，如果不是，哼，你们都给我等着，尤其是你，还有你。郑哥，他真有 CEPHAL 综合症，你咋看出来的？脸部有痤疮，他的痤疮和寻常型不一样，也叫反常性痤疮、聚合性痤疮。50岁左右突然长青春痘，就要小心是不是这个病。云哥，所以你一早就发现了，才让他去的风湿免疫科。郑主任，那个把自家的患者往别家医院推，这个不太合适吧？身为医生，对患者的病情不坦言相告，明知病因却含糊其辞，继续诱导他花大量的钱在繁琐的筛查上。正是因为海城有你这样的医生，才需要别家医院来诊断诊病。大量繁琐的筛查，那如果没有这些大量繁琐的筛查，你怎么能100%断定他就是 CEPHAL 综合症？患者投诉怎么办？所以你一开始就要明确地告诉他，为什么要去风湿免疫科，为什么要做那些检查。那您觉得您刚才洋洋洒洒、乌拉哇啦你一大堆，患者能听明白吗？身为患者可以不明白，但作为医生，必须解释。等等，你是在教我做事了？当然。出事了，快点！哎，莹莹，发生什么事了？霞姐要跳楼。上楼？这人什么情况？患者76岁，酒后心绞痛。第2抢救室。您从这儿直走右转，穿过走廊就缝合室啊。护士长走，护士长走，护士长走，护士长走。都打起精神来，不许在复诊台露室打瞌睡。护士长签个字呗。你有在复诊台吃零食。哦，下次不敢了。喂，第2附属医院急诊室。好，我们已经做好精神准备了。好，哎呀，亲爱的，亏得你没走。第2抢救室，老人心绞痛。刘亚萍，你周扒皮呀？啊，我值班36个小时没睡觉了。再说，就没有别的值班大夫了？关几周的班，2台手术，还被家属给查出了，你就当替他值个班呗。再说了，你不帮他谁帮他？就忽悠我。什么情况啊？老人76岁，喝酒之后心绞痛。一大早就喝酒啊，大爷！来，家属帮我一下，给您听听啊。心电图做了吗？
在车上做过一个，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跟车大夫谁呀？宋小杰大夫。人呢？他要跟车走了啊！哦，对了，这是在车上做的心电图，您看一下。血压多少？120/80。还是先按心绞痛治吧。吸氧，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嚼服。如果疼得厉害，在静脉注射一些硝酸甘油，做个心肌酶，再做一个心电图。哦，好的。哎，大夫，这心电图我们都做过一次了，你这再做一次，这不相当于重复交费了吗？车上做的心电图到现在已经20多分钟了，这病人的病情变化是复杂的，尤其是心脏病。我怀疑你父亲啊，可能是心梗。啊？这不是表演抢救吗？行，行。哎，关大夫，我来吧。算了算了，咱谁也甭按，再按下去啊，这肋骨该压折了。这送来的也太晚了。老夏，你去把他家属叫来。哎，关大夫，这个心动过速的病人不咳嗽了。嗯。师傅，心电图做好。啊，苏丽啊，我以为你下夜班了呢。没有。一会儿你帮我到机场去接个人。血压下降70/40，心率150。妈妈怎么了？左心室下壁心梗了。左心室下，赶紧停用硝酸甘油。可是我还没给过药呢。在来医院以前有给他服过什么药吗？没有啊。啊，他刚刚吃了几片硝酸甘油。刚刚什么时候？就是等他来的时候。等。那你为什么不制止他呀？不是，我没看着他给他吃药啊，我看着我肯定拦着。不是，那好，别吵，别吵，赶紧急救。大剂量多巴胺每小时5毫升泵入。多巴胺每小时5毫升泵入。继续使用阿地普酶。阿地普酶继续使用。阿地普酶继续使用。室颤了。除颤。你闪开这儿，200焦耳。200焦耳，让脉充电。充电完毕。都闪开。血压110/70，预计综合征，正常转动了。关大夫，您为什么让他咳嗽？刚才太忙了，顾不上，我就跟他约定好了，只要不咳嗽，不是严重了就是有所好转。你别担心啊，我帮你联系心内科病房，给你采用射频消融治疗。你还年轻，这个病啊可以根治的啊。关大夫，真是太感谢您了。没事。我刚才还奇怪呢，您为什么让我老咳嗽？没事。老师，你太棒了，nice。大夫，您倒是赶紧给我们抢救啊！是，你们也看见了，刚才我们一直在抢救，我们真的是尽力抢救了，可是这人实在是救不过来。大夫，你这是干什么？大夫，他老婆孩子就在路上呢，还有几个小时就到了。你起来好吧？你们得救他，你们得让家属看着咱们在救人呢。不是，你这样抢救有什么意义？你说是不是？起来，起来，起来！大夫，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我答应你，我马上救他，你起来好吗？充电完毕。心跳停了，心脉压快。怎么回事？我爸他不是心绞痛吗？心绞痛不是正常吗？你解释一下吧。心绞痛可以服用硝酸甘油，心梗的病人必须要慎用。而你父亲得的是左心室下壁心梗，是不适合用这个药的。如果用了以后，会造成血压下降、心率过缓。更何况他还喝了酒。你怎么回事？你，我给我爸吃药，你为什么不拦着我？为什么不拦着我？我没看着，我为什么不拦着我？回来了。爸，你醒醒！来，你把家属请到外面休息。你冷静一点，跟我出去。怎么，你没事吧？差一点。
刚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哎呀，本来想让你帮我到机场去接一个病人，算了，现在看你这个样，你忙完这个病人之后，好好睡一觉，啊。放心吧，这儿有我。注意观察啊。好。多悬呐！夫人，这怎么回事？哦，这人已经死了，可是家属要求继续抢救。你别管了，小关，赶紧到机场去给我接一个病人去。哦，那这儿呢？亚平会处理的。院长本来叫我自己去，可是我马上要动一台手术。什么人呢？这么大动静？我也不清楚。快，来不及了。关老师，我跟您一块儿去吧。不，左大夫，你留下来当你的班啊。亚平，别慎着。好嘞，我知道。关大夫，要不然你给苏大夫打个电话吧。苏丽。哎，这不是下夜班了吗？没有，刚刚抢救了一个病人。是吗？喂，姐，你到哪儿了？你不是说9点以前到家的吗？现在都几点了？已经下午1点了，你知不知道啊？哎，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下午要去大使馆签证？你知不知道咱妈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妈？好了，你别急。哎呀，我给王姐打电话，让她今天加班，回去看着咱妈。我马上就回去啊，在路上呢。患者叫周瑜，林区职工医院送来的，56岁，高空坠落伤，脑出血，先开颅手术，出血已控制，增强 CT 提示脑部异常强化，确诊为脑动脉瘤，已经手术。进来。张院啊，您找我？飞机落地了没有？还没消息呢，但是我派关继洲去的，这个人办事很稳妥的。那就好。你看看人家，出了事儿打飞的送来，还在咱们急救中心的 No.1亲自迎接。患者是张院长的朋友，咱们骆主任怎么也得关照一下。要不说你是当主任的料，别瞎说了。人家骆主任在这个位置上做了15年了，也得干得好好的。咱打赌，这次骆一盒肯定从急救中心主任的位子上下来。来，1、2、3。患者周瑜目前生命体征比较平稳，请马上送到医院。是你做的开颅？是我。还行吗？辛苦了。哎，关大夫，我跟你们一起去第2附属医院。你介绍一下，
我叫王小涵。救护车不是客车，添什么乱？当车行吗，康师傅？哎，你知道啊？请让让。哟，小何，何佳妮同学，麻烦你往里面让让，我要照看我的病人。谢谢。走吧。走了，康师傅。